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大马交易所。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大马交易所的背景、产品、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大马交易所 Bursa Malaysia 前身是吉隆坡证券交易所 Kuala Lumpur Stock Exchange，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新加坡股票经纪商协会成立正式机构，是首家成立于马来西亚的正规证券业务组织。1937年，新加坡股票经纪商协会重新注册为马来亚股票经纪商协会。1960年，马来亚证券交易所成立，并开始公开买卖股票。其发行机制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各设一个交易厅，通过直线电话联系。1964年，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但是在隔年，随着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改名为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973年，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货币互换制度停止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就分家为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986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推出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1988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又推出第二个交易版，名为第二版 Second Board， 以让可经营并具备强劲成长潜能的较小型公司得以上市。1989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实施电脑化下单路由和执行系统，以取代公开喊价系统。2002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推出自动报价市场 Nasdaq。2004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被重新命名为大马交易所，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国际性交易所。2005年3月，大马交易所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1818 Bursa。2009年，第二交易版被并入了主板，主板的英文名称也从 Main Board 改为 Main Market， 而自动报价市场则改称为创业板 Ace Market。另外，吉隆坡综合指数因接纳富时国际指数制度后改称为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是一个受到全球公认的交易性、投资性以及透明性为标准的制度。2017年，大马交易所推出东盟首创的 LIP 市场，是一个专为中小型企业筹集资本的交替平台。截至2019财政年，共有929家公司在大马交易所上市，是东盟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大马交易所的各类产品包括股票、公司凭单、回购凭单、交易型指数基金、产业投资信托基金，以及交易所买卖债券和伊斯兰债券等等。在大马交易所有不同种类的股票，分别是普通股和优先股。普通股也称为公司的风险资本，赋予持有人公司所有权的权利，例如分享利润的权利、在股东大会上投票的权利，以及选举和罢免董事的权利。假如公司不幸破产，在清盘的情况下，普通股必须等到公司偿还所有负债之后，才可以向公司索取盈利和剩余的财产。优先股则可以优先在普通股前获得分配股息的权利。优先股通常没有投票权，但在一段时间内，如果公司未能支付股息则例外。假如公司不幸破产，在公司清盘时可以优先获得财产分配。公司凭单 Company Warrant 是有关上市公司本身所发行的，并提供给持有人非义务的权利，在指定期间内以特定的兑换比例及行使价格认购新股。公司凭单是有届满期的，最长可以高达10年。如果持有人在届满期时没实行权利，凭单在到期后将一文不值。公司凭单的代号是 W， 例如 Datasonic 所发行的公司凭单，凭单的代码就是5216WA， 股票简称为 Datasonic WA。回购凭单 Structure Warrant 是由第三方发行人，例如有资格的经纪或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专利资产，并提供给持有者非义务的权利，在未来以固定价格购买或出售。回购凭单又分为认购凭单 Call Warrants 和认沽凭单 Put Warrants。回购凭单的届满期一般为6个月至1年，计算方式比公司凭单来的复杂，如果不了解透彻，可以导致血本无归。
认购凭单的代号是 C， 而认沽凭单则是 H。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是 Exchange Traded Funds 的缩写，是一个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ETF 所投资的是一篮子股票、债券或商品，从而达到多元化投资效果，以减低投资一间公司的风险。大马交易所的 ETF 共分为3种，那就是股票型、固定收入型以及商品型。产业投资信托基金 REIT 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的简称，是一种集资的投资工具，向投资者筹募资金，以购买和管理办公楼、公寓、医院、酒店和购物商场等产业资产。在产业投资信托基金还没推出之前，投资者通常经过房地产股票或房屋的投资来接触房地产的领域。现在投资者只需要支付一部分产业的价钱来投资于产业投资信托基金，就可以参与高品质大规模商业房地产投资，而无需直接购买物业。产业投资信托基金不同于房地产公司，不会通过销售本身所发展的房地产来赚钱，而是通过购买、发展以及经营来赚取盈利，一般上都是以赚取租金为主，然后再将收入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目前大马交易所共有18个产业投资信托基金可以选择。交易所买卖债券和伊斯兰债券 ETBS 是 Exchange Traded Bonds and Sukuk 的简称。债券和伊斯兰债券是一种套期保值的资产，并且可以达到长期稳定收入的工具。以往的债券和伊斯兰债券市场只有高资产净值人士和机构投资者才能参与，现在投资者可以通过 ETBS 轻易的在股票市场进行债券和伊斯兰债券的交易。债券是证券市场推出的有价证券，是一种由政府、金融机构或企业机构直接向社会大众筹募资金的融资手段。而伊斯兰债券就是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及宗教规定而发行和交易的债券，当中不能涉及具有投机性质的金融交易，如期货以及一切与猪肉、酒类和赌场相关的业务。目前在大马交易所的债券和伊斯兰债券有由国家基建基金 Dana Infra 发行的伊斯兰债券，旨在为捷运计划筹募资金，还有由国库控股发行的伊善伊斯兰债券，旨在提高马来西亚官立学校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大马交易所的主要市场是经营证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和伊斯兰市场，并且从中抽取一定的交易费用来获得收入来源。另外，大马交易所也从事上市和发行人服务、存款服务、提供市场数据以及其他服务来增加收入。大马交易所共有3种不同的证券市场，分别是主板、ACE 创业板以及 LIP 市场。3大证券市场又包含了13种行业，包括建筑、消费产品与服务、能源、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工业产品与服务、种植、产业、产业投资信托、科技、电讯与媒体、交通与物流以及公用事业。而这13种行业也拥有之前所提及的各类产品。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赚取了总营运收入的48%左右，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大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必须要在质量、规模和运营方面达到标准，而且也要符合特定的条件才可以上市。例如，业绩在最近3至5年的税后盈利必须达到2000万令吉，至少拥有5亿令吉市值，工程造价超过5亿令吉，以及其他条件才符合上市资格。至于在 A 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多数为具有增长潜能的公司，上市要求也比较简单，无需营运记录或盈利要求，但需要委任投资银行作为保荐商。最后就是 LIP 市场，或一般被称为第3版的领先企业家加速器平台，主要为国内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能见度。LIP 市场的上市条件较为宽松，包括无需具备盈利记录、公司规模小以及市场竞争力较弱等。目前只开放于能吸纳高风险的投资者和资深投资者。衍生产品 Derivatives 是指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提供了总营运收入的15%左右。
大马交易所的衍生产品部门是由 Bursa Malaysia Derivatives Berhad 运营，主要是提供、经营以及维护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期货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透过签订合约，同意按指定的时间、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交收指定数量的现货。期权则是一种可以用于交易市场未来价格的金融商品，以在期权到期之前，以某一固定价格在市场中交易的权利。大马交易所提供了16种可交易的衍生产品，包括大宗商品、股本衍生产品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伊斯兰市场也称之为 Bursa Suq Al Sila， 简称 BSAS， 在2019财政年贡献了公司总营运收入的3%而已。BSAS 是一个商品交易平台，由大马交易所全资子公司 Bursa Malaysia Islamic Services Sdn Berhad 管理，是一间受限制、透明和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公司，专门致力于促进伊斯兰金融机构的伊斯兰流动性管理和融资。大马交易所有专门为公司提供上市的服务，和为一些公司进行筹募资金和分股活动，从而抽取当中的费用，包括首次上市费用、年度上市费用和发行人服务费等等，在2019财政年贡献了公司总营运收入的11%左右。存款服务是指将投资者的证券以电子形式保存的服务，就像银行保存客户的所有现金在其账户中，并提供与现金交易有关的服务一样。存款服务在2019财政年贡献了公司总营运收入的9%左右。在金融市场中，市场数据是与价格和贸易数据相关的金融工具，由证券交易所报备。市场数据使交易者和投资者可以了解最新价格，并查看股票、固定收益产品、衍生工具和货币等工具的历史趋势。在2019财政年中，市场数据业务为公司提供了总营运收入的8%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大马交易所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大马交易所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亿2653万令吉增加了 19.1% 至1亿5075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4686万令吉上扬了 38.2% 至6473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每日平均成交值攀升，以及更多的交易日数所致。然而，由于这一季度的某些费用无法扣税，导致净盈利被拉低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14.9% 至26亿6634万令吉。总资产的主要变动在于现金项目中的股票保证金和衍生品交易保证金比上一季增加了。公司的应收账款也有增加的迹象。深入了解后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客户都在期限到达前付款了，只有大约2%的客户是不良信用的客户。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 24.2% 至19亿385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变化是应付账款比3个月前增加了 20% 左右。这里的应付账款是公司所收取的保证金，因为保证金只是暂时向客户收取的，所以在未来需要退还给客户。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 53.5% 至8512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在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比去年来得多。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动则从去年的流入转为今年的支出，比起去年的现金流大幅度减少了6431万令吉至5859万令吉。现金支出减少，主要就是公司在这季度增加了非短期资金需求存款的支出。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比去年减少了，一共减少了 4.9% 至890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主要是因为公司去年派发的股息比这一季度来得多。总结来说，大马交易所是马来西亚唯一的交易所，
凡是想要投资大马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必须要经过大马交易所才能进行交易，所以是属于垄断性业务。另外，大马交易所可以说是一间拥有非常稳定生意的公司，除了周末周日、公共假期以外，生意几乎都会照常运作。就算是近期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导致各行各业停止运作，大马交易所也照常开门做生意。话虽这么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导致交易额下跌，也还是会影响到大马交易所的业绩。除此以外，低油价和原产品价格走软，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外资持续流出大马市场，也在不断的挑战着大马交易所的前景。目前大马交易所的股价在60级之间，处于不贵也不便宜的价格，是要继续观望还是放手一搏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